别人养蝴蝶兰能开3个月，你养蝴蝶兰开3个礼拜，哎，这个花就消苞了啊，咱们就给剪掉了。年销花蝴蝶兰的咱们室内怎么养？今天来一个具体的一个教程。室内的蝴蝶兰养护，第一个重点就是温度。蝴蝶兰对温度要求相对来说比较高啊，最佳养护温度就是20度到24度左右，标准的开花温度就是21到22度。温度太高，蝴蝶兰开放比较快。比较容易消苞。如果说北方家里有地热的啊，温度偏高的，那么它消苞花开放度比较快，那么咱们放平心态，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如果南方地区持续的低于15度那这蝴蝶兰也养不了对这个蝴蝶兰的生命会造成威胁极其容易产生烂茎。那么第二个重点就是很多人对蝴蝶兰的湿度需求的一个误区。很多人说，这个兰花需要湿度呼呼的去往那个叶片上喷水，是吧？往那个花朵上去喷水，那么往花上去喷水是极其容易消苞，极其容易出现那个花提前脱落甚至产生一些黑斑。蝴蝶兰对空气湿度它确实有一定的需求，但是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个湿度低于多少它会死，需求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大。咱们北方室内有地热有暖气的湿度偏低，咱们增加湿度可以怎么样？可以在蝴蝶兰的花盆边缘给它放一个毛巾，是吧？那么咱们平时可以往那个往那个毛巾上去喷点水这个毛巾保持湿度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样它的根系能感应到外部的一个湿度，这样能够起到补充一定的空气湿度的一个效果。如果你有条件，是吧？有加湿器咱们可以用加湿器更好一些。但是不要走极端，24小时去加湿。咱们可以选择白天有阳光的时候，是吧？屋里空气湿度比较低，白天去给它加湿晚上给加湿器关掉。追求极致湿度过高的时候那么这颗蝴蝶兰的叶片包括这个花瓣极其的容易出现黑斑、黑点那么甚至这个叶片长时间的挂水珠的话也容易出现一些病害。那么第3点，这个蝴蝶兰对光照的需求不是很强烈咱们放在南阳台，是吧？之前教过你们，离这个阳光直射进来的一个半米的一个距离对这个蝴蝶兰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光线。咱们不要去给它这个放在太阳底下晒阳光过强它这个花苞开不开顶部的花苞会提前败落，后边的花苞会萎蔫掉落，它就会提前开败导致正常的蝴蝶兰的花期变短。那么第4个大重点就是蝴蝶兰的一个浇水很多人浇水浇不明白，我觉得还是对蝴蝶兰花盆里边水台的这个湿度把握不好这个干湿程度。那么蝴蝶兰它其实属于一个懒人花卉咱们判断给蝴蝶兰浇水有几点大家去参考。那么第一个就是蝴蝶兰的这个根系根系发白是它缺水的一个症状，是吧？咱们这种透明杯种的可以明显的观察到蝴蝶兰根系发白，咱们就可以给它浇水。那么第2个判断浇水的方法就是咱们去颠盆很灵因为这个水台非常轻，咱们其实可以手里去拿着蝴蝶兰的茎干你一拎，底部的这个水台明显很轻，没有一点重量。那么这时候水台是极度失水的一个状态，明显的头重脚轻，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判断依据大家可以尝试找一下手感，浇完水以后的手感，缺水时候的一个手感那么咱们这时候就可以给它去浇水了。那么第3个判断蝴蝶兰的浇水方法咱们可以去手摸蝴蝶兰的水台，或者有泥炭种的，是吧？你可以摸泥炭尤其是这种大的主盆咱们都可以通过摸蝴蝶兰的水台去判断。咱们手沿着盆边往下抠你抠个半个手指节的一个位置，你手指头接触到水台的这个位置干燥了，咱们就可以给蝴蝶兰进行浇水了这个半指的一个距离如果你手指头短的，你就往下多塞一塞这个也要灵活去掌握，因为蝴蝶兰它分大杯和小杯小杯的可能会短一点，你这个要灵活的掌握一下那么咱们浇水浇多少一般我的浇水方法，第一种浇水就是什么？用喷壶去喷我会拿这个喷壶沿着盆边去喷一喷，大概是浇一个半透的状态，那么我基本就停止了我不会把这个水台给它浇太透，也不会去浸盆。那么如果浇太透的话那么当前的这个季节通风不好，这个水台的干湿循环慢极其造成这个蝴蝶兰的茎干腐烂，包括根系腐烂一部分。那么其实第2种方法和第1种方法类似那么就是咱们浇水壶浇水壶我也是沿着盆边倒一点水让它印一印，特别的小水去慢浇也给这个水台吃水的一个时间那么大概也是浇半透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浇水方式，那么就是让蝴蝶兰的底部不至于太湿盆面它也能够什么
有一定的一个湿度。那么咱们浇水的核心是什么？蝴蝶兰去偏蓝点去养。第5个重点就是肥料了啊，这是很多花友问的啊，我黄叶了用不用肥呀啥的啊？蝴蝶兰对肥的需求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啊，即使它开花，那么它对肥料的需求也不是那么大啊，所以说施肥咱们也是懒点去施肥。一般它开花期间啊，咱们这个观花的这个营养液是吧？我一般都是15到20天啊，1比2000到3000兑水，稀薄的小肥给它溜一点，是吧？养叶期间，花瓣了以后，养叶期间换成咱们通用的营养液，是吧？也是啊，15到20天给它一回就差不多了。这个肥对蝴蝶兰来说已经够了。蝴蝶兰的养护主要是什么？环境啊，咱们要调整好蝴蝶兰的一个养护环境，温度、光照。那么最近花友提出来很多问题啊，那么蝴蝶兰什么叶片开裂，是吧？蝴蝶兰出现黄尖儿，蝴蝶兰出现黑点儿，是吧？之前刚才的视频讲过一部分原因，喷水啊，是吧？光线强啊，造成黄尖儿，是吧？空气湿度特别低的时候，造成什么？这个叶片开裂。那么最主要的，你们要了解一个问题所在啊，那么就是蝴蝶兰在我大棚种植养殖基地的时候啊，我专门去养蝴蝶兰的这一个棚，专门养蝴蝶兰的一个养殖基地啊。那么光、温、水、气，一切都是必须满足围绕蝴蝶兰的一个什么开花的一个需求。也就是说什么啊？也就是说什么？我的湿度啊要调到多少的，不至于黑斑啊？我的光照要挡到多少，有给它多少勒克斯，包括温度我要调控21度啊22度。那么它一个大的环境变化，叶片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点问题，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啊，咱们不要过度去给它用药，是吧？一切的问题啊，包括底部什么出现消耗性的黄叶，是吧？只要是咱们盯住什么，只要它不净腐、净干别腐烂，咱们懒点养。花苞开完以后，长新叶以后，咱们把老叶可以剔掉一部分，这样蝴蝶兰就能养活啊。你操作过于勤啊，你用药用肥过于勤不行啊。我是卖肥卖药的啊，我都告诉你不行啊，这就是实话。别忘了点赞关注啊。